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78张塔罗牌当中，哪一张牌是最像你们的？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那么第一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牌是一个隐士牌啊。这张隐士牌呢，其实关于你们的话呢，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你们越是安静的、从容的、内敛的、隐忍的，这种爆发的能量也就越强大、越干脆、越果断啊。所以隐士牌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牌。你们会把自己刻意的隐藏起来，身份、性格，包括你们的想法，你们不会轻易的展示和表达自己，但是你们会在必要的时刻去争取你们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大部分时间你们都会把自己蛰伏起来，在外人眼里呢，你们是有一点神秘的，浑身散发着神秘、性感的气息，有一点神龙见首不见尾，漂浮着优雅光影的滤镜啊，让人捉摸不透。也没有人能够猜到你们内心当中真正在想什么。你们是那种能够深度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保持100%的专注，没有必要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外出啊，会被贴上很宅的标签。隐士牌是所有塔罗牌里边我觉得最克制的一张牌，你们会克制自己的一切情绪，你们很擅长规避风险和痛苦啊，有一点像摩羯座，能够理性的克制自己的期待感。你们喜欢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低标准要求别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想要读懂你们，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你们不会轻易的敞开自己，你们可能会刻意的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当然，这对于你们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在别人眼里，你们就可能要承受一些难以想象的孤独啊。其实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是很快乐的。你们拥有那个独一无二的灵魂，但是你们不会把它分享出来啊。你们的这种独一无二，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陪伴在你们身边的人，他们才能够领略到你们身上的这种魅力啊。你们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宽容、气度和豁达，其实是高度的智慧和自我克制的表现啊。你们对待感情其实也是有一点那种后知后觉的，很慢热、隐忍、克制，不轻易表达。你们的爱是带着距离和克制的，不远不近啊，看似飘忽不定，其实始终存在。我觉得这种隐士的这种灵魂非常的独特且理性啊，从不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并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喜怒哀乐，而是因为所有的情绪你们可能都只会一个人去消化，一个人去享用啊。你们是这个世界的独行者，包括你们的爱也是这样的，深沉而克制。你们可能会花大把的时间去喜欢一个人，但是那个人甚至都不知道你们在默默的喜欢着他。所以隐士呢，注定会和孤独联系在一起啊。但是这种孤独它不是被动的孤独，而是你们主动选择的孤独。孤独会赋予人最纯净的感知力啊，最孤独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所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他们都在不断的向外索取，不断的追逐功名利禄啊、荣誉财富。只有你们是向内看的，你们是无比清醒且通透的，就像一个智者。你们身体内住着一个老灵魂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呢，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关于你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啊 ，Breadcrumbs of Bliss， 这张牌呢，就是说其实你们是能够看到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琐碎的美好的，这会治愈你们。所以说你们就是要致力于把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把自己活得具体是一个特别珍贵的能力，因为它需要你去接纳琐碎的现实啊，它需要你不嫉妒，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看见那些具体的风景，做具体的事，爱具体的人。当你沉浸在生活的洪流当中啊，生命的意义自然会显现。第2张牌呢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没有什么地方是像家一样的。就是说这组牌你们最终的归属就是你们的家。我觉得 home 呢，它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你们必将抵达的一个地方啊，它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归宿，温暖且光明啊。它可能，它有可能是
我们现实意义当中理解的那个家，也有可能是你们最终要抵达的一个地方。但是这张牌这个 home， 我觉得最终你们还是会回到你们爱的人的身边的，因为一切的圆满的绽放，首先要赢回的就是根部的力量，即爱与接纳你的家庭、你的父母，包括你自己。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疗愈自己啊，释放内在的情绪卡点，让爱流动其中啊，这也是完整独立的开始。所以说第3张牌呢 The Return 啊，这张牌也很重要啊，因为你们一定会完成一个伟大的回归的。对于你们来说，生命是一个圆，是一个轮回，一切周期的开始和结束都会回到那个最初的起点。当你们回到原点的时候，你们不是在原地踏步啊，因为你们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你们会完成一个伟大的蜕变，所以说你们的人生一定会经历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你们会经历一个困境和低谷期啊，外部的环境和形势相当的恶劣，而只有这样，你们也才能够像这个隐士一样坚韧刚毅，才能够爬上高楼，看到更远处的风景，坚定你们的信心，熬过这个困顿的阶段。而第2个阶段呢，就是你们在追逐自己理想的过程当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你们会为了内心当中的那个理想主义和信仰，不断的上下求索，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会艰苦卓绝的奋斗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其力所不能啊！这种执着的奋斗，忘我的追求，而这些奋斗的岁月啊，你们踏下的每一步，它都会成为你们一生的精华。而第3个阶段呢，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说，第3个阶段对应的是我们这张 Return 啊，会完成一种伟大的回归，历经周折磨砺，在一个关口反复的徘徊和纠结之后，就会逐渐成熟，找到真理，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然后重新回到原点，能够把你们经历的所有事情都串联起来，融会贯通。所以说你们会有很高的成就，而这个成就的大的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循序渐进，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追求才能够有所成就啊。必须要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甚至是需要有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你们才能够去到那个你们必将抵达的地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那么第2组牌的话呢，在78张塔罗牌里边呢，女祭司是最像你们的一张牌啊。女祭司有着超强的灵性智慧，所以说你们天生比别人更适合从事一些占卜啊、灵性啊、玄学方面的工作。你们和命运啊、天道啊，包括运气啊，可能有着某种神秘的、超乎寻常的关系啊。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就是你们经历的事情啊，你们的这种人生的密度要比一般人大很多。你们经历过很多离奇、巧合、带有命运色彩的事情，这会让你们不得不相信，你们的人生当中好像就是有一种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在操控着你们的。身为女祭司的你们，其实你们内心当中的直觉比一般人要更加的敏锐，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会成为你们未来的方向，帮助你们找到对的人，找到你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女祭司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不断向上生长的动力，来自于你们的自卑。你们是既骄傲又自卑的，你们的自卑能够让你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并且能够发自内心的尊重别人。你们的骄傲能够让你们认识到自己啊，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轻易妥协，坚守自己的底线。所以说女祭司，我觉得女祭司最大的优势在于你们对于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我们常常忽略了对于自己的这种认知能力啊，它会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的内心的话，你们自然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女祭司啊，你们是非常清楚你们未来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在指引着你们啊。而且呢，女祭司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女祭司她的这种冷漠和热情完全是由外界传递给你们的。女祭司在塔罗牌当中是一个看起来没有生命体的一个人物啊，会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
女祭司的冷漠热情完全由外界传递给女祭司啊，所以说女祭司冷得快也热得快，别人对你好就上头，别人一离开你你就下头，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啊，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一点无欲无求，或者说女祭司更追逐的是那种精神层面的富足。女祭司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啊，它一定意味的是内心的强大。没有人能够审判女祭司的灵魂啊，女祭司有着自己的秩序和步伐。所以说，在我看来，女祭司是非常酷的一张牌，有很强的边界感，特立独行，为所爱而生，为所爱而死，爱你所爱，行你所行，追随你行，无问东西，这就是女祭司啊。女祭司的内心就像是一座迷宫一样神秘啊，变幻莫测啊，有的时候甚至你们可能自己都有点看不懂自己。女祭司并不是很擅长维系这种人际关系啊，或者说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女祭司她确实是会照顾身边人的感受的，但是她不会表现得很明显。无论是在开心还是在伤心的时候啊，就是说女祭司在表达情绪的时候都会把握一个尺度。女祭司有很强的边界感啊，以至于你们会让身边的人就是会有一种疏离感，但是实际上走近你们的时候，那种疏离感就会消失。只不过你们很少流露出自己的脆弱和敏感，大多数时候都是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边咽，内心当中的委屈你们很少会倾诉出来，所以说你们看上去是一个很强硬的人。女祭司的话，我觉得她是78张塔罗牌里边最聪明的一张牌，最聪明的人，但是往往也最孤单啊。所以说，要么就是别人不能理解你们自己，要么就是你们自我意识过于强烈而害怕平庸。女祭司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啊，有着很理性的思维，擅长抽丝剥茧，甚至有做侦探的天赋啊，推理能力很强，做事情的时候会分析出每一步。所以说，如果搞自媒体或者说搞创作研究啊，你们能够很快的掌握到本质，你们学东西会比别人快很多。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让自己变得懒惰啊，但是你们总是能够找到捷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们忽略掉，往往脚踏实地才是最快的捷径啊。所以说，我们抽到这张牌 Eyes on the Prize 啊，接下来的3张牌其实都是关于你们人生的意义，你们要实现一个怎样的人生。那这张 Eyes on the Prize 就是说你们的人生呢是由大量的荣誉组成的，你们非常看重这种荣誉或者说你们的身份啊。女祭司她有点像是天之骄子啊，你们在学校学习或者说工作的时候，可能说不怎么用功，学习成绩都很不错啊，是那种天赋型选手。所以说我们抽到第2张牌啊 ，Make the grade with flying colors， 就是说你们做任何事情，只要你们能够投入到100%的专注啊，基本上都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很擅长考试，或者说很擅长在一个规则内啊，去利用规则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最适合的体系就是一点点的打怪升级啊，在一个组织和架构当中不断的升职，不断的加薪，然后呢，你们就会来到一个组织和架构当中的管理者的那个位置啊。你们天生的那种理智、冷静和镇定，能够帮助你们在最紧要的时刻做出最正确的决定。所以说第3张牌呢 ，The Thin Thin Veil 啊，就是说你们在你们的跑道上面只有你们自己啊，因为你们选择的是那条看起来最难的一条路，那条路是符合你们内心当中的指引的，可能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就会很疯狂，大家都在选那个最简单、最容易、最好走的路，只有你们在选择那条最难走的路。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因为最好走的那条路大家都想走，可能说那条路上那条容易的道路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会人为的制造出大量的恶性竞争和内卷啊。但是你们走的这条路呢，看似充满了荆棘和挑战，这会劝退绝大部分人。所以说你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发现走着走着就剩下你们自己了，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会半途而废啊。所以说你们选择的这条路，你们不需要把它走得有多完美，你们只要坚持能把它走完，你们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啊。所以说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你们的人生是在后半程开始发力的，这种战争的胜利也不是靠绝妙的计划或者说选择，而是靠长期的策略、小心的布局。你们要记住啊，对于你们来说，你们的人生一定是厚积薄发的，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这组牌关于你们人生的意义的话呢，可能不是回归到家庭，或者说走那种传统的路线，而是说你们会突破那种思维定式啊，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你们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种能力尽情的释放出来啊，追随你们的心，找到你们的秩序和节奏，找到你们应该做的事，应该爱的人，这对你们来说就已经是足够完美的一生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那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皇牌，女皇的话呢，它是水元素啊，水元素总给我一种有点佛系的感觉啊。但是这种水元素它一定是佛系当中有着某种刚毅啊，外柔内刚，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温柔的反叛者啊。在你们的包容和温柔之下，有着一颗勇敢坚毅的心。这种温柔，它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温柔，就是你们是柔而不弱的。你们看起来温柔，但这并不代表你们是软弱的。相反，你们的温柔能够避免让你们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目标。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温柔，它其实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你们能够用一种非常智慧的、迂回的、曲折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像水一样啊，它水就是说能屈能伸的感觉啊，是流动着的。你们的温柔同样也是很打动人的，就是你们的身上有一种疗愈者的气质。可能你们的性格就是能够很容易的取得别人的信任啊，有很多人会愿意向你们倾诉他们的秘密。其实你们特别适合做一个心理疗愈师吧。你们的社交方式呢也是那种被动社交，因为你们看上去很有亲和力，所以说你们的面相就是很柔和的那种感觉。你们的这种亲和力啊，你们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就会有人被你们的能量场所吸引。我觉得你们在一个团体当中的这种人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啊，大家都愿意和你们做朋友。因为其实你们明白啊，我觉得你们是能够看透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物的本质的。你们明白万事万物都有生长的规律啊，万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任何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所以说你们会告诉自己努力的活在此时此刻，你们会告诉自己你们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挣你们能赚的钱。生命是由一系列的瞬间组成的，所以说你们会尽可能的拥有那些快乐的瞬间。所以圣杯女皇她是有着极强的这种情绪疗愈力和调节能力的。你们在感性的时候是平和的，情绪稳定的，充满幻想又自我疏导、自我疗愈的。而且呢，我觉得这张牌的话呢，水象特质的你们啊，天生就有着很强的这种审美能力。你们喜欢看那种由优雅线条组成的艺术作品啊，很流畅啊。你们自身也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啊，你们的思维非常的流畅，有很多的奇思妙想啊，它本身都是由于你们自身的这种能量流动和情绪流动所产生的。就是圣杯女皇呢，你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细腻且丰富的内心世界啊，可能说你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这种感觉，流连忘返。你们的想象力就是你们的创造力，你们的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倾听啊，它都有其价值啊。我觉得抽到这组牌，如果你们不去做那种艺术类的创造类的工作，其实是很浪费你们的天赋的。你们对于美有着超强的感知能力啊，对于文字、语言、优美的艺术作品，你们都就是天生好像就能够欣赏和辨别出来。你们自己也可以尝试着去创作啊，去表达自己啊，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或者说创造出某种艺术作品啊。圣杯女皇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吸引力法则本身，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以柔克刚，任何事情打在你们的身上，就像一个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一样，不会对你们造成什么伤害，就好像是5公里边的这种太极拳啊，四两拨千斤啊，你们总能够以一种非常巧妙且智慧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是你们不会让自己陷入到困境和冲突当中啊。我觉得，因为本身你们是水元素啊，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呢不是百米冲刺，你们是以一个非常缓慢的、稳定的节奏在往前走的。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呢，流水不争先啊，争的是滔滔不绝。在你们的生命里边，你们要记住啊，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你们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频率。而且水元素的话呢，在别人看来，你们可能就是，如果说以现实的标尺来权衡你们自己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碌碌无为的感觉。但是你们在这种碌碌无为的状态里边，其实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与坚持的。所以说，这个水元素的圣杯女皇啊，不要低估你们2到3年的变化，但是不要过于高估你们2到3个月的变化，因为就是说圣杯女皇她是不适合去做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事情的，因为对于你们来说，附着于生命的那些很多美好的事物啊，它需要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就像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比如说那些关于你们人生的美好、爱、美德、智慧、成就、财富啊，它也同样具有生命的特质啊，需要持续的去积累。所以说，圣杯女皇，我觉得你们最宝贵的特质就是你们有耐心啊，你们有耐心保持你们的节奏，有耐心让你们自己丰盛起来、流动起来、运转起来。你们其实不需要去寻找时间上的生命刻度啊，在你们的时区里，你们要相信一切都会准时到来的。就是只有忘记时间，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啊！所以说，圣杯女皇呢，这种佛系它并不是躺平和摆烂，我觉得这种佛系它更像是一种大智慧，就是你们会相信，只要你们能够做好你们手上的事情，该来的一切都会来。那我们抽到的这3张牌呢，是关于神谕卡给到你们的一些你们人生的这种意义，还有就是建议和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Weird is the new cool 啊，就是你们做的一些事情可能是不被理解的，你们会经历一个不被理解的阶段，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被身边的人理解啊，可能还会有人打压你们、否定你们，让你们自我怀疑。但是这张牌就告诉你们，你们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其实是最适合你们的，它是很酷的，因为任何特立独行都意味的是强大。我觉得你们反而可以这样去评判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否是正确的。你们遭遇的阻力越大，本质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和这个世界背道而驰，那么就是你们是一个温柔的反叛者嘛，但是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啊。你们遭遇的阻力越大，其实越证明了你们是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走，因为走上坡路它是很难走的，走上坡路它才会遇到阻力。如果你们感觉你们的就是现在走的这个方向太过轻松和容易，那么有可能你们就是在走下坡路的，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那么第2张牌呢是 Splendid Torch 啊，Splendid Torch 它是你们接下来会有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啊。火炬的话呢，是某个人会给你们的一个火炬啊，它象征的是某种理想信仰，或者说交给你们一把武器，你们可能会继承一笔遗产，或者说这个遗产有可能是物质上的遗产，有可能是精神层面的遗产，但是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它其实都会给你们力量，给到你们选择的权利啊。它相当于是一种养料啊，这种养料能够驱动你们，能够帮助你们达到你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你们人生的一个阶段化的旅程当中啊，会有一个人会交给你们这样的一个火炬啊，他会是你们人生的一个贵人。而第3张牌呢，这是我想要好好强调的一张牌，就是 Divine Drunkenness， 它是一种沉浸感啊，进入感。就圣杯女皇，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你们作为圣杯女皇的话，你们是在78张塔罗里边最能够收获到这种心流的。什么叫做心流呢？就是心的流动。这也是你们，就是你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你们会经常发呆，发呆就代表的是你们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里边啊。心流其实就是能够防范碎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件完整的事，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前进，目标也就不再迷茫，然后完全的沉浸其中啊。荣格曾经说过，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唯一正确的路，就是成为你们自己。心流可能就揭示了这一崇高的生命目标。你们作为圣杯女皇呢，你们要努力的找到那种心流的感觉，完全沉浸在某种精神活动当中啊。100%的专注，它一定会带来100%的显化能力。处在心流状态的你们会有一种忘我的专注，忘记了对于时间和周围空间的感知，它会构成一种和谐的内在秩序，它会引起专注，引发心流的状态啊。因为你们要记住，你们专注什么，生命就会为你们呈现什么。所以说心流它就相当于是一种内聚力，它是有序的，不再是碎片化的生活，不再是分心的，不再是3分钟热度的生活。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可以像圣杯女皇一样，把自己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灵魂和生命体。
你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显化你们任何想显化的事情和目标。当你们进入到心流之后啊，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们。所以说，继续保持你们这种圣杯女皇的特质，温柔且安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啊，有始有终，善始善终。这个时候，你们会无意当中发现，其实你们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你们身边的竞争者，就好像是在跑马拉松的时候，当你们进入状态之后，整个时间的流逝都会停止，你们会就是对于时间的感知呢，会变得迟钝。当你们回过神来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已经超越竞争对手好几圈了。这就是你们人生的一个写照和缩影。一旦进入到心流状态之后，你们人生的效率可能就是以3倍甚至是5倍的速度在往前走啊！一旦你们能够100%的沉浸和专注在某件事情里边，它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